会存在有长达70年的闭关修行者吗？这世界上是否真的有人能够做到？不过，就算可以做到，可这样的苦修又有何意义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闭关100年，为众生。在遥远的藏区，有一个小小的、昏暗的闭关室，入口只是一个小小的门洞，所以摄影师只能趴着来进行拍摄。这位修行者是一位时年89岁的老人，当面对镜头的时候，就变得非常严肃。在按下快门后，摄影师又看到了他的手，那是一双因为常年拨动念珠而留下深深凹痕的手。这位老人叫吉和贤，作为藏传佛教的修行者，他已经在这个陋室之中闭关了50多年，也就是说，从30多岁到当时的89岁，他都在这个小小的闭关室中生活，并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内心中毫无杂念的禅定就已达到了30多年。摄影师问吉和贤老人，为什么要闭关？他说，是发愿要为天下众生、为世界和平而终身闭关，也就是说，要闭关到往生为止。在告别的时候，老人还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，他将自己念了50多年的佛珠送给了摄影师。而这位摄影师，也许你还有印象，他就是火风。就算你还没有想起来他的名字，那你也一定听过那首曾流传于海北天南的土味情歌《大花轿》。抱着我那美美的上花轿。但对这位东北大汉而言，歌手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身份。他自我认知下，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摄影师，而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佛学修行者。吉和贤老人也只是他所访问和拍摄到的修行者之一。在青海藏区高原的一个山洞里，拉松杰已闭关了几十年。在这块木板下方，几乎已经被双脚磨穿了，而两侧双手划出去的是2道深深的凹痕。拍摄结束后，拉松杰也把这块木板送给了火风。他说，我在这块板子上刻了230万个长头了。更加震撼的是这位叫华钱的老人，他已经时年87岁了，7岁出家，13岁闭关至今，足有70多年。这位瑜伽士的头发已达4米多长。拍摄结束后告别时，他打开盘在头顶的长发，从中挑出一缕，剪下后送给火风。这是与生俱来的，跟我的生命一样。除了年老的修行者之外，年轻的修行者也不鲜见。诺悟东志13岁出家，当时已闭关12年。他说，在这个山洞修行是为了回向众生，为菩萨行道。赤城洛智15岁出家，当时已闭关6年，时年30岁。阿卡已跟随大师闭关3年，时年12岁。当然了，我想你此时也会和我一样，看到这么幼小的闭关修行者，并不仅仅是赞叹，心中也一定是五味杂陈，有别样的一番滋味。按照火风的说法，他的摄影采访
来源于一个契机。那时他因为大花轿突然爆火，感觉有些飘飘然，恰逢正在西藏摩托骑行，立即就出了车祸，却又因为各种幸运而在藏区大难不死，所以决定开始修行。直到几年后，在海拔5000米的西藏雪山上，火风遇见了一位闭关修行的师傅。师傅告诉他，自己几十年的闭关就是为了世界和平，天下众生。火风说，当时听到这句话，觉得像是开玩笑一样，但这也成为了他采访闭关修行者的缘由。火风举办觉悟者摄影展，那已经是之前2009年的事情了。照片中的这些闭关修行者，有些老人可能已经往生，有些青少年已步入了中年，但这份穿透时间的力量却依然使我们震撼。在藏传佛教中，闭关修行者往往栖身于简陋甚至是极端的环境中独自修行，比如陋室，比如山洞等等，通过不断的诵经、禅定等方式对话内心，达到内在的平和与觉悟。不少修行者也把闭关修行当成献身自己、救度众生的方式之一。当然了，当地虔诚的藏民不定期的供养柴火与食物，也是帮助修行者的必不可少的支持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在大多数人看来有些极端的修行方式呢？让我们接着聊。最大心魔，皆自己。也许在你我幼年时，最开始了解到闭关这个概念，并不是来自佛学修行者，而是武侠小说，尤其是出自金庸。射雕三部曲中的王重阳曾在终南山下活死人墓里闭关数年，修炼出上乘武功，此后在华山论剑中技高一筹，成为五绝之首。同样，射雕背景故事中的黄商曾结仇于明教众多高手，此后闭关40年，终创九阴真经。张三丰就更不用说了，多年闭关，100岁寿辰时功夫大成，创造出太极绝学。不光是道家，金庸小说中的佛家也一样。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三度高僧，经历了30多年的枯禅，练就了金刚伏魔圈，几乎无敌。这就是金庸小说的有趣之处，也是他和同时代的古龙、梁羽生等不太一样的地方。绝妙的上乘武功并非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，而是从长时间的隐居苦修中自我升华出来的。也许这并不符合武学的现实，但却非常符合金庸所接受的传统文化。武学不仅仅是招式的一来一往，更重要的是内力和心法的修炼，而只有闭关这种可以净化心境的方式，才可以突破武学瓶颈。而且就如上面所讲，闭关不仅仅是佛教的专属，汉地的道家对闭关也非常看重，十分重要的内丹炼化，基本上只能靠闭关静修这唯一的方式。而在现实的各大宗教中，闭关修行者也并不鲜见。在印度教中，苦行僧或瑜伽士会选择远离尘嚣的山洞或森林中进行苦修。在基督教中，隐士早期居住在沙漠中，中世纪时居住在修道院中，都会独自生活，极度简朴，全天都用于祷告和反思。
在伊斯兰教中，苏菲派也常常会选择在安静的场所中独自闭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闭关是一种苦修吗？也许答案会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曾经有一本畅销书，叫做《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》，作者是尼泊尔的一位僧人永给明就仁波切。为什么说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呢？2002年的时候，他参加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次实验研究，在禅定状态的时候，被检测出大脑中的快乐指数跃升到了700%，一度让科学家以为仪器坏了。快乐指数又是什么概念？其实是经过实验测算，包括他在内的长期修行者会在进入到深层禅定状态以后，大脑中分泌的内啡肽、催产素等化学物质明显增多，从而可以产生持久的幸福和宁静。这就非常奇妙了。原来闭关可能并不一定是苦修，反而是一种幸福体验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也许你会觉得永给明就仁波切在商业上太成功了，作为多本畅销书的作者，肯定有夸大的部分。是的，也许，但我们不要否认，有一种方式早在数年前就已风靡全球，甚至连硅谷大佬们都在日常中使用，那就是冥想训练。比如我们熟悉的乔布斯就是如此，再比如近年来名噪一时的追求永生的硅谷大佬布莱恩·约翰逊等等，冥想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一。近年来，众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表明，经过系统的冥想训练后，参与者的幸福感和内在的平静程度都会显著提升。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改善了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，减少了焦虑和压力，并让幸福感的神经递质，如内啡肽、血清素、催产素等提高分泌。当然了，真正的秘密还没有被完全揭开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科学探索之后，才能给予答案。但是，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，闭关可并不是完全等同于美好体验。就如同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杨顶天那样，在闭关的时候心绪大乱，走火入魔，最后身死。这在现实中也并非没有例证。在佛学的各个宗派中，无论是藏传还是汉传，闭关的初学者都有师长护持，所以业余初学者还是从简单的几十分钟的禅定训练开始，千万不要在无帮助的情况下轻易尝试闭关。我们可以展开瑰丽的想象，闭关修行者的面前，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坚硬的石壁、寒冷的冰霜、微弱的烛光，但在闭关修行者心中，有山川湖海，有万丈星辰，有人间百态，更甚至会达到什么都没有，心无杂念。眼耳鼻舌身意，也就是佛学中的六根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既然六根所见的都是虚幻，那么和心中激荡的想象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不过也是缸中之脑罢了。而这当然已经是一个哲学的话题了。中道修行，亦正道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到人间见禅频道，
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相比佛教的其他派别，禅宗说当下即是，禅宗说行住坐卧皆是禅。这种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觉悟和终身闭关修行的行为矛盾吗？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二者并非对立。佛学常讲，修行有84000法门，每个法门都是正道，根器不同，选择合适的就好。要相信，发愿终身闭关是正道，日常时时修行也是正道。更何况，别忘记佛陀的中道修行理念，既避免了苦行，也拒绝了放纵。要在苦乐之间寻找平衡，可能才是适合大多数修行者的合理方式。好了，今天就聊了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